好，巴西對挪威這場，老 K 還是看好巴西，最可能的比分2-1或者2-2。這一場賠率和博彩市場，傳統的資金和大眾的彩民習慣性的流入了巴西獨贏，這也是看中了維尼修斯已經4個進球1個助攻，狀態火熱。然而在專業資金、精明資金這一塊啊，挪威不敗的選項，過去24小時吸引了大量的機構，特別是受讓0.75個球。因為專業機構認為卡塞米羅領銜的巴西隊中場比較老化，失誤增多，而在進球數盤口這一塊，大眾資金和專業資金流向就比較一致。挪威本屆世界杯4場比賽全部打出了大球，而且雙方都有進球，進了10個，丟了8個。挪威鋒線上的哈蘭德已經進了5個球，還有前場核心厄德高，所以市場資金瘋狂的做多全場大 2.5 球以上。所以專家的意見主要是認為安切洛蒂的巴西隊在進攻方面套路很多，維尼修斯和庫尼亞可以制造巨大的威脅，但是拉菲尼亞、帕奎塔都有傷病的困擾，並且巴西防線方面在面對哈蘭德、瑟洛特這樣的高大中鋒，同時又是技術流，還有身體碾壓，那麼挪威隊包括他們的定位球防守都有天然的威脅。巴西隊可謂是進攻方面能夠壓制，但是防線方面也有隱患。而第二個方面，挪威隊是以攻代守，他們是现在淘汰賽當中所有球队丟球最多的，场均丢球達到2個球，至今還沒有零封。但是他們的進攻呢，又僅僅比法國、荷蘭、德國弱一些。所以挪威隊策略很簡單，就是用哈蘭德的進球效率去回敬巴西的攻擊線。另外第三方面要注意極端天氣的影響，美國東部正在遭遇熱浪的襲擊，比賽時間体感溫度預計會達到 38.3 攝氏度，哇，這是非常熱。為此國際足聯已經將開球時間推遲了1個小時。但如此高溫、如此濕熱的氣候，對於球員的體能將是巨大考驗，特別是下半場，隨着體能下降，防守往往更容易漏人，這就更有利於大球的產生。所以老 K 也給幾個組合的建議：首先穩健流，選全場進球大於 2.5 球，再在雙方是否都有進球這個選項選是，搭配起來風險較低。第二個方案風險稍微高一些，選維尼修斯可以進球或者有助攻，然後再搭配哈蘭德有進球，因為這2大超級巨星嘛，都是進攻的絕對核心。第三個方案風險更高一點，選90分鐘巴西獲勝，再搭配一個吉馬良斯可以貢獻1次助攻。因為本屆世界杯巴西隊吉馬良斯是衛炳大師啊，多次在中場送出過致命的直塞。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繼續。這第三種方式是高風險但收益也高。朋友們，一天天的老 K 足球新聞陪伴着大家，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也歡迎您在留言區互動。那麼巴西隊現在真正當家的實力球星是維尼修斯，他5歲的時候就天賦異稟，父親想將他送到弗拉門戈旗下的足球學校，可是家裡實在太窮，付不起學費，父親不得不向一位朋友去借錢，朋友倒是答應借，但是開出了一個很羞辱的條件，就要求維尼修斯母親每個周末必須去他家裡面免費打掃衛生。父親感到了被羞辱、被霸凌，憤怒地拒絕了。可母親呢，又為了維尼修斯的未來，毫不猶豫地就走進了那家人的房子，開始打掃。得知這件事啊，為了保護妻子的安全和尊嚴，父親也放下了尊嚴。每個周末，他陪着妻子一起去朋友家幹苦力，直到還清了借款。後來維尼修斯成名以後感慨過，我的父母才是真正的贏家。而剛到弗拉門戈青訓營，最開始呢，家裡面買不起基地周邊的住房，維尼修斯的家呢，距離訓練場整整又有145公里。那麼10歲的維尼修斯每天就在母親的陪伴下，要換許多趟公共汽車，要耗很多個小時才能參加一次訓練。後來為了讓兒子稍微好一點，父親被迫遠赴聖保羅去打工，當設備的技術員。媽媽呢，只能搬到里約熱內盧的叔叔家一起住，這才縮短了通勤的距離。而在5人制的足球學校和青訓營期間，維尼修斯就已經展現非常恐怖的對比賽的痴迷，還有令人感到恐懼的體能。他的啟蒙教練就曾經透露，每次踢完了自己同年齡段的比賽或者訓練，他還要繼續賴在場上，懇求教練允許他參加更高年齡段的訓練。有時候他甚至會和那些比他大1倍、大5歲或者到10歲這麼大的孩子一起踢球，就像他永遠看起來都不知道累一樣。而為了長期越級和那些大孩子對抗，維尼修斯的对抗能力和恐怖的爆發力，很小很小就已經完成了蜕变。所以當時巴西青训界就流傳着一個關於維尼修斯的定律，
只要他升到了哪個年齡段，這個年齡段的弗拉門戈梯隊馬上瞬間就變成全國最強。他在弗拉門戈過去的青训主管就曾經評價，小時候的維尼修斯在場上完全不知道什麼叫恐懼，他的變向和速度快到像一道閃電。於是13歲他便破格被招入巴西 U15 的國少隊，在2015年的 U15 美洲杯出場了6次，轟入了6個球，帶隊拿到了冠軍。2017年 U17 的美洲杯，他又得到了金靴，同時也是 MVP。維尼修斯小時候的天賦就異稟，所以巴塞羅那和皇馬在他還沒有在一線隊踢过正式比賽的情況下，就已經開始搶奪他。後來長大成名賺到大錢以後，維尼修斯有非常強烈的反哺的意識。他最開始沒有急着買跑車，而是第一時間回到過去的母校聖貢薩洛的一所貧民窟公立學校，因為那裡的教育資源極度匱乏，孩子們連基本的算術都不會。於是維尼修斯用自己的名字創立了教育基金，每年自掏腰包投入了數百萬雷亞爾，將科技呀、智能手機呀，還有一些定制的足球 APP 呀都引入課堂。他用計算足球隊積分、計算足球隊進球數這些遊戲方式來教貧民窟的孩子們學數學。當年教過他的女校長感動地說道，維尼修斯已經是世界巨星了，但他回來看孩子們的時候，依然是那個謙遜愛笑的男孩。不過有趣的是呀，他的長相雖然不在很多人的審美上，但是卻極度的注重個人形象。不管是在巴西國家隊還是在弗拉門戈，他有一個雷打不動的怪癖，每個禮拜必須剪2次頭髮。曾經有媒體開玩笑問他為什麼這麼頻繁的折騰頭髮呀？他非常誠實，而且還有些自戀。他說，因為這樣我才能在電視轉播裡看起來足夠的帥氣。不僅如此，他還是個紋身狂魔，但他父親很嚴格，立下過家規，18歲以前不准紋身。於是他只能乖乖等到18歲生日那天，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紋身。每一次職業生涯有重大的突破，比如歐冠或者西甲冠軍，他都會紋在身上。而當時在弗拉門戈16歲一戰成名，就被皇馬用4500萬歐元提前預定了。維尼修斯一夜之間就已經成為百萬富翁，可他當時的日常生活卻和普通的巴西少年沒有任何區別。父母和他的團隊為了防止他在巨大的名利中迷失自己，決定維持最簡單的家庭生活。所以他在里約熱內盧的豪宅裡擠滿了從聖貢薩洛一起長大的那些貧民窟來的發小們。所以他過去弗拉門戈的隊友就曾經爆料過，維尼修斯除了訓練以外，每天唯一的娛樂就是和他那群發小在客廳裡瘋狂的聯機打非法，經常會因為一個絕殺在屋子裡面大吼大叫。這種巴西球星特有的一人得道帶着全村的好哥們就一起住，也是屬於桑巴兄弟的情誼。而且據說他到了皇馬多年，這種情誼依然在延續。但儘管是年少成名，維尼修斯的職業生涯也並非一帆風順。即使擁有全球最頂級的爆發力和速度，但剛開始維尼修斯的射門和傳球的選擇非常粗糙。在2018年剛剛加入皇馬以後，當時他只要進入禁區就容易手忙腳亂，曾經錯失無數個必進的單刀球。當時西班牙的媒體和全球的黑粉們瘋狂制作各種關於他的惡搞視頻，嘲笑他也是快樂足球的代言人，說他是高射炮。後來維尼修斯承認過，在那段時間他只要拿球面對球門，耳邊仿佛馬上就聽到了全場球迷的噓聲。當時的他確實有心理陰影，甚至一度不敢起腳射門，只要到了禁區就想趕緊把球傳給隊友。這樣的心理壓力曾經大到讓他瀕臨崩潰。而他職業生涯最著名的那個至暗時刻，就來自當時自己最信任的鋒線老大哥本澤馬。2020年10月，當時皇馬和門興格拉德巴赫的歐冠比賽進入到下半場，皇馬半場0-1落後。在下半場比賽快開始前的球員通道，電視鏡頭捕捉到本澤馬正在跟自己的邊後衛門迪交談。本澤馬對門迪說，不要把球傳給維尼修斯，他在和我們對着幹。而當時的維尼修斯就站在門迪和本澤馬對面，可是本澤馬跟門迪說的是法語，所以維尼修斯也沒聽懂。這件事情立刻引發巨大的爭議。不過最可氣的是馬卡報隨後發文，儘管本澤馬的言論非常不妥，但他的話確實不無道理。對誰說的其實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本澤馬的話其實是有道理的。維尼修斯確實在場上的確有時候會做一些毫無理智的事情，這會讓老隊員們引發不同角度的思考，並且踢得好和很清楚比賽該怎麼踢，這也是兩碼事。要知道當時的維尼修斯非常喜歡和本澤馬搭檔，將本澤馬視為自己的榜樣和引路人。
可是老大哥當着自己的面用法語竟然跟隊友說這樣的話，皇馬內部也是各種洗白，各種闢謠。當時的維尼修斯一點都沒有惱，選擇了息事寧人，而且賽後他選擇了瘋狂加練，事後還主動找到本澤馬溝通道歉，並且虛心向老大哥請教。最終維尼修斯用場上拼命的奔跑，重新贏得了本澤馬的尊重。兩個人隨後在22年聯手拿下了西甲和歐冠冠軍。但當時走出這樣的心理陰影是不容易的，連自己每天朝夕相處的隊友，自己最崇拜的領袖，都在背地裡嫌棄自己，孤立自己。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經受得起這樣毀滅性的心理打擊。那麼關於維尼修斯，過去還有段趣聞，他每次進球後非常喜歡跳桑巴舞慶祝，這也是巴西球星的特點。可是在西甲卻經常被媒體噴，被對手批評，說是不尊重人。主教練安切洛蒂為了保護他，並且激發他的鬥志，在更衣室和他達成了一個很幽默的秘密協議。安切洛蒂對他說，如果你能在單賽季進球超過20個，我就在全隊面前陪你一起跳桑巴舞，但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得去勸你的爸爸戒烟。最後的結果，那個賽季維尼修斯提前就兌現了进球的承諾。在夺冠慶典的球隊大巴上，向來優雅沉穩的安胖子竟然真的戴上了墨鏡，叼着雪茄，和維尼修斯一起大跳桑巴舞，那也是当年皇馬队史上頂級的名場面。嘿嘿，這裡再說個冷知識，咱們維尼修斯身價早就破億了，但是他在皇馬的前幾年有個非常尷尬的秘密，他不會開車，也沒有駕照。皇馬的贊助商每年都會贊助皇馬球員一人一輛豪車，維尼修斯總是選最貴的跑車，但因為沒有駕照，他只能每次坐在副駕駛，讓死黨或者叔叔充當司機，送他去訓練。有時候家裡人沒空，他甚至只能給住在附近的隊友，像本澤馬或者門迪發短信，哥們兒，今天訓練能順路來接我一下嗎？後來很久很久，維尼修斯終於考過了非常嚴格的西班牙駕照，終於擺脫了這種豪車只能看，出門全靠蹭。另外，咱們維尼修斯從小就是巴西队內馬爾的鐵桿粉絲，最鐵桿的那種。在弗拉門戈青訓的時候，他的臥室就已經貼滿了內馬爾的海報，甚至連髮型還有踢球時拉低球襪的習慣，這都是在模仿偶像內馬爾。在他剛剛進入巴西國家隊的時候，第一次在更衣室見到內馬爾真人，甚至緊張的說不出一句話。倒是內馬爾主動走過去擁抱了他，還在之後的比賽中經常給他餵餅。所以每次內馬爾在國家隊遭遇了傷病或者低谷，維尼修斯場上場下表現就像一個護法。而每次有對手对內馬爾惡意犯規，維尼修斯都是第一個衝上去跟對方理論。這一屆世界杯，他自己是終於完成了從內馬爾身上將巴西國家隊的重擔挑了過來，成為新的領袖。另外，再給大家講一個冷知識，維尼修斯背後組建了一個龐大的私人智囊團，而他跟現在的私人心理醫生還有體能教練的合作，都是自己在低谷期就通過 Instagram 一個一個發私信過去。就在他被大家嘲笑不會射門的19歲，維尼修斯沒有選擇坐以待斃，他在 Instagram 上到處搜索歐洲最頂尖的運動心理學專家，還有個人體能師。他就像個普通的網友一樣，就給對方發私信：你好，我是維尼修斯，我現在遇到了瓶頸，你能來馬德里幫我嗎？對方一開始以為是個假號，以為是高仿號，確認是他本人後，都被他的誠意打動。現在維尼修斯自掏腰包組建了一個多達12個人的私人迷你團隊，硬生生將自己從一個只有速度的粗糙的邊路工兵改造成现在世界第一左邊鋒。另外，黑人球員最喜歡的就是女孩派對。維尼修斯住在馬德里郊區的頂級豪宅，他也經常舉辦大型的泳池派對，還有生日宴。為了讓大家都能徹底玩嗨，同時也為了保護自己和朋友們的隱私，他立下了一條鐵律：所有人進他的門之前必須把手機鎖進門口特定的保險箱裡。在他過去23歲、24歲的生日派對上，包括各種巴西的名模、西甲的球星，還有皇馬許多隊友都到了现場。而因為沒有手機、沒有鏡頭的監控，派對現場完全是大型的蹦迪你就閉上眼睛盲猜，對，電影裡那種鏡頭。所以西班牙的狗仔隊也經常是開着無人機，就在他豪宅外到處盤旋，就想偷拍一些泳池邊的八卦。可維尼修斯早就有防範，他不僅有專業的安保團隊防空，而且還有巨大的遮陽傘和幕布，將派對整個區域遮得嚴嚴實實。而且他過生日巴西人從來不是吹個蠟燭就結束了。他曾經連續幾年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還有馬德里
都舉辦了跨越72個小時的馬拉松式派對。第一天往往是家庭和桑巴，相對溫馨家族聚會，先邀請家鄉的親戚發小們，現場呢會請來巴西頂級的樂隊，叫 Pagode， 是一種輕快互動的桑巴音樂。第一天維尼修斯往往會親自上台敲一敲巴西的戰鼓，和大家一起唱唱歌。第二天就是全明星之夜了，這一天是各種名流、網紅、各路巨星的狂歡，現場提供不限量供應的頂級香檳，還會搭建一個微型的電音節舞台。第三天，泳池的燒烤復活賽，這一天是用來解酒的，也是用來徹底放鬆的。所有人穿着泳衣在泳池邊吃巴西烤肉。維尼修斯還會和發小們在水裡打水上排球，他的精力旺盛的簡直令人發指。而且這家伙不僅在球場上是個球霸，在派對現場他往往還是個麥霸。別看長得不在老 K 的審美上，但他一直有一個歌手夢。每次派對氣氛達到高潮，維尼修斯都會從歌手手裡面把麥克風搶過來，瘋狂地演唱巴西最當紅的 funk 音樂或者 trap 音樂。不過呀，非常令人尷尬的是，他朋友們經常曾經私下吐槽，維尼修斯跳舞還可以，有天賦，但唱歌經常跑調。好在這臉皮厚，有一個強大的大心臟，無論台下人怎麼起哄，怎麼開玩笑，他都是面不改色，總要把整首歌大聲唱完。至於調子最後走到哪兒去了，那無所謂。咱們維尼修斯是派對上氣氛組絕對的核心，而且他的派對還不僅僅是為了好玩，經常是自己用來經營人脈和化解矛盾的一種工作場所。比如說在巴西國家隊或者皇馬，球員之間呀，經常會因為各種事情產生微妙的競爭和隔閡。你像楚阿梅尼和巴爾韋德打得那麼厲害，對吧？一說就懂。所以維尼修斯情商還是可以的，他有時候會舉辦一場小型的電玩或者燒烤派對，將有小摩擦的隊友都叫到家裡面，然後一起喝冷飲，一起聯網打非法，慢慢的將那種緊張氣氛烟消雲散。安切洛蒂曾經公開讚揚過維尼修斯在球場外是一個能把所有人團結在一起的粘合劑。另外，他的私人教練也透露過，不論前一天晚上的派對開到多晚，第二天早上的私人力量訓練，維尼修斯從來不遲到1分鐘。這或許就是他為什麼一邊能夠享受桑巴舞的生活，另一邊還能保持世界頂級的競技狀態的秘訣。所以成功從來不是偶然的，任何人都要有一顆極強的事業心，而且你要相信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論你再多麼努力，你的上面9重天還有人比你更努力，這就會讓你特別有動力。你的刻苦並不是為了成功本身，而是為了享受整個努力的過程。那麼巴西和挪威這場比賽有趣的是，過去他們歷史上交手過4次，巴西2平2負，從來沒有擊敗過挪威。其中最有名的是98年世界杯，巴西隊1比2被挪威逆轉。所以像挪威隊、匈牙利隊還有葡萄牙隊，是巴西在世界杯上碰到過但從來沒能擊敗的少數的對手之一。而現在帕奎塔因傷不能出戰，安切洛蒂在本屆賽事第一次面臨真正重大的首發調整，還有卡塞米羅的狀態也存疑。比賽打到現在，甚至每場比賽都會出現球員肌肉拉傷，26人的名單越來越像一場消耗戰。而巴西隊內馬爾復出以後能不能打首發，或者替補什麼時候上，這永遠是巴西隊最大的話題之一。那麼戰術對位方面，巴西仍然會圍繞維尼修斯在左路的爆點展開，維尼修斯對上挪威右路的防線，挪威的佩德森和他身後協防的球員能不能限制維尼修斯的跑動和他1對1的能力，這會決定巴西的比賽能不能打得順暢。而挪威這邊最清楚的進攻路線是厄德高、貝格在中場出球，尋找哈蘭德衝擊巴西中後衛身後。而哈蘭德這次面對的是過去在英超的老對手加布里埃爾，還有大巴黎的馬爾基尼奧斯。如果巴西防線壓上，身後露出空間，也許挪威只需要一次直塞就能將比賽拖進自己想要的節奏。而巴西隊在對日本那一戰暴露出2個問題：第一，在面對緊湊的防線的時候，推進一度會缺乏穿透力；第二，防線和後腰的保護在轉換的時候仍然有可能出錯。巴西隊當時在日本那裡很難打破他們的密集防守陣型，最後是靠吉馬良斯在第95分鐘的視野找到了馬丁內利。所以現在帕奎塔又缺阵，安切洛蒂如何解決中场結構問題呢？而挪威的防線會面對維尼修斯、庫尼亞、馬丁內利或者拉揚的速度。瑞爾森如果不能首發，右後衛的區域更容易受到巴西重點的攻擊。同時努薩在左側的反擊會直接衝擊到達尼洛這一側。那麼最後定位球方面也是雙方破局的關鍵點。最後總結一下，巴西隊的紙面實力、陣容深度，還有維尼修斯和吉馬良斯狀態更好，
這幾點是優勢，可是帕奎塔缺陣，卡塞米羅狀態有疑問，內馬爾能不能上也未定。安切洛蒂的中前場組合存在各種變數。相對來說，挪威就更為明確，哈蘭德的終結能力，厄德高的最後一傳，努薩在左路的衝擊，還有足球王國巴西是不是真的就怕北歐的挪威？這方面過去的歷史有沒有一定的規律性？總之，阿根廷對佛得角我們已經學明白了。世界杯進入後面的淘汰賽，沒有一場是好踢的。但老 K 個人覺得，關鍵看安切洛蒂的巴西能不能從比賽一開始就通過中前場的壓迫，牢牢控制住中場。就像貝利過去說過的，誰拿到了中場，誰就能控制比賽。這是我個人最看重的關鍵。墨西哥這場比賽，老 K 看好英格蘭獲勝，最可能的比分1-0或者1-1的平局。博彩市場和賠率的資金流向方面，機構開出的常規時間勝負的差距正在縮小，英格蘭勝率在 39% 左右，墨西哥勝率在 30% 左右，平局大概 30%。多數的資金看好英格蘭最終能夠晉級8強，但賠率偏低，這說明機構認為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剛開始呢，資金是流向英格蘭取勝，但隨着比賽的臨近，大量的資金開始青睞平局或者墨西哥受讓正 0.5 的盤口。這也說明現在墨西哥隊狀態火熱，英格蘭在上一場卻暴露出許多問題。現在在英格蘭90分鐘獨贏上面集中了大量散戶盲目的跟单，主要是傾向於信任英格蘭的豪華球星陣容，而專業資金也就是莊家或者職業的博彩客竟然有 90% 都砸向了墨西哥或者墨西哥受讓正 0.5。 而进球数大小球方面，散戶習慣性的购買大球 2.5 球以上，主要認為英格蘭的锋線群火力強大，而專業資金是瘋狂的湧入小球低於 2.5。專家和專業資金一致認為，英格蘭主教練图赫爾在客場並且是高原的環境踢得會更加務實，極其務實，並且墨西哥至今還是零封，他們鋼鐵防線很難被輕易的撕破。所以博彩界有句名言，永遠不要和專業資金作對。現在聰明的職業資金正在全力做空英格蘭常規時間的勝率，所以組合方面老 K 的建議是，第一种選常規時間平局，再加上总进球数小於 2.5 球。第二種組合選半場平局或者全場平局，再搭配上双方都有进球選市。第三種組合選哈里凱恩隨時能夠進球，再搭配上貝林厄姆完成2次以上的搶斷。那麼英格蘭所有人都服氣了，哈里凱恩實在太強。可鲜為人知的是，8歲時候的哈里凱恩就曾經加入過阿森納的青訓營，但僅僅1年後就被當時的阿森納青训主管里姆布拉迪決定放棄。理由是當時的凱恩有點胖，而且缺乏運動天賦。據阿森納前青訓教練們回憶，當時小凱恩得知自己被開除以後非常傷心，為了能繼續留在阿森納，他甚至卑微地向教練組提議，那我改踢守門員行不行？結果試訓了幾次守門員後，阿森納還是覺得他不合適，徹底将他放棄。可後來的凱恩也說被阿森納放棄是一種因禍得福，這成為他此後職業生涯最大的動力。而每當他在北倫敦德比代表熱刺隊攻破阿森納的球门，他心裡都在想，好吧，現在看看当年到底誰对誰錯。於是9歲哈里凱恩被阿森納開除，他重返了社區球隊。2年後11歲，凱恩又加入了自己夢想的熱刺青訓營。可是這條路仍然不順，凱恩在熱刺青年队時同樣不被看好，他曾經透露過自己當年差點也被熱刺開除了，這是因為身體發育晚，速度也慢，对抗也差，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未來的頂級前鋒。他之所以能留下來，全憑自己在禁區內對皮球的落點有敏銳的嗅覺，還有比任何人都要刻苦，他的訓練態度是決定性的。2005年11岁的凱恩還參加過一次大衛貝克漢姆足球學院的開幕式，還留下了一張經典合影。因為凱恩和貝克漢姆他們都成長於倫敦東區，還就讀於同一所學校清福德基金會學校。在當時那一張照片，11歲的凱恩站在自己偶像时任英格蘭队長貝克漢姆身邊。誰能想到10多年後，正是凱恩接過了貝克漢姆的衣钵，同樣自己也成為了英格蘭國家隊的隊長。更絕的是，當時站在貝克漢姆另一側和凱恩一起合影的青訓小女孩叫凱蒂·古德蘭，她不僅是凱恩的青梅竹馬，後來還成為凱恩的妻子。這一張照片同時同框了未來的偶像、未來的事業和未来自己的真命天女。所以仅从凱恩對自己青梅竹馬的女友的忠誠，你就能知道這是一個怎樣值得信賴的英格蘭男人。對了，在清福德學校讀書的時候，他不僅足球踢得多，而且也是板球隊的絕對主力。
體育老師後來回憶，凱恩從7到10年級一直負責學校板球隊的開球的投球，而且擔任第4或者第5棒的擊球手。老師評價他有極高的體育天賦，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從小就沒有任何架子。球雖然打得好，但是幹髒活累活從不抱怨，比其他任何學生都渴望成功。所以一個人的性格還真是從小就看到老。現在的凱恩貴為天皇巨星，但仍然是什麼活都自己一肩挑。作為中鋒，經常回到後防線防守，還會在中場進行各種組織攔截。全能型中鋒這個名詞就是從哈里·凱恩開始有的。而後來的凱恩事業同樣不順利，他在成名之前經歷過一段非常坎坷的租借期，被热刺隊先後租借到萊頓東方、米荷爾、諾域治、李斯特城等等低級別聯賽的球隊，甚至在李斯特城效力的時候連主力都拿不到，就只能在替補席上虛度光陰。當哈里·凱恩在21歲終於有一次在热刺迎來了爆發，單賽季進了20多個英超進球，可當時全英國的球迷和媒體們依然不相信他，紛紛嘲諷，也就是只有一個季節的奇蹟。結果後來的凱恩用之後連續10幾年瘋狂的進球，徹底打腫了質疑者的臉。對了，哈里·凱恩在阿森納青訓雖然想踢守門員，最後不行又拒絕了他。可隨後他在代表熱刺參加的一次歐洲比賽，還真就當了一回職業門將，結果演砸了，也是名場面。當時2014年的歐聯杯對陣特里波利斯星隊，凱恩先是表現神勇，上演了精彩的帽子戲法。可比賽到了第87分鐘，熱刺門將洛里斯被紅牌罰下。可當時熱刺已經用完了自己3個換人名額，必須有一名場上球員頂替穿上門將的球衣。咱们哈里·凱恩什麼性格？毫不猶豫，自告奮勇，他站了出來。可就在凱恩穿上了那件大的鬆鬆垮垮的門將球衣後不久，對手就是一個任意球機會，皮球軟綿綿毫無力氣地朝着他彈跳過來，結果凱恩完全看漏了球路，一個超級黃油手，皮球直接從他的雙手之間漏了過去，滾進了球網。短短幾秒鐘，他就從帽子戲法的全場英雄變成了網上的爆笑表情包。老 K 相信那一刻，曾經放棄他的阿森納青訓教練們也樂開了花。哈里·凱恩，你確實不能守門呀。另外，冷知識啊，哈里·凱恩跟另一位英格蘭頂級前鋒瓦爾迪，他們還曾經一起在英格蘭的低級別聯賽一起坐冷板凳。當時2013年，凱恩被租借到當時還在英冠的萊斯特城嘛，踢得非常掙扎，根本拿不到上場時間。在一次升級附加賽有一張著名的照片就捕捉到凱恩和瓦爾迪並排坐在萊斯特城的替補席上，兩個人看起來都神情沮喪，身材甚至都有點走樣，跟後來的英超頂級水準差了10萬8千里。但僅僅3年後，2016年，正是這兩個人在英超賽場上為了爭奪英超金靴展開了史詩級的正面對決。後來是瓦爾迪帶領萊斯特城創造了奪冠神話，自己還拿下了金靴。凱恩呢，則在隨後的幾年蟬聯金靴。所以這張照片也是英格蘭足球史上著名的關於堅持和逆襲最勵志的畫面之一了。另外，冷知識，哈里·凱恩還是 NFL 美國橄欖球的超級鐵桿粉絲，他是一直將傳奇的四分衛湯姆·布雷迪視為自己職業生涯的終極精神偶像。過去凱恩曾經到處被租借，瘋狂懷疑自己未來到底有沒有前途啊。這時候他看了一部關於湯姆·布雷迪的紀錄片，布雷迪當年在選秀中僅僅在第199的順位被選中，被所有人看低，但最終卻成為了橄欖球史上歷史最佳。凱恩是完全將自己的心態和布雷迪同步，相信自己能夠通過對自我提升的瘋狂的執着，打臉過去那些對自己的質疑者。這種對湯姆·布雷迪的崇拜深到什麼程度啊？他甚至將自己2隻心愛的拉布拉多犬分別取名叫，一個叫布雷迪，一個叫威爾遜。拉塞爾·威爾遜呢是另一位 NFL 的四分衛。甚至哈里·凱恩在妻子懷孕的時候，將寫有宣告的牌子掛在了這2隻狗的脖子上，用這種方式向社交媒體公布喜訊。所以咱們英格蘭的哈里·凱恩，他從來沒有像 C 羅那樣的頂級天賦。是的，這裡也是冷知識啊。C 羅身上有佛得角的血統，也就是本屆世界杯第1黑馬佛得角。所以許多專家都認為 C 羅那種異於常人的爆發力和肌肉纖維的類型，類似於頂級的短跑選手，這很可能跟他1/8的西非血統有關。而哈里·凱恩，他要想成為頂級的前鋒，靠的是自己極其自律的生活方式。2017年，哈里·凱恩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在比賽後的恢復速度開始變慢，於是自掏腰包僱傭了一位全職的私人營養師和廚師，就住在自己家附近。
他徹底顛覆了自己的飲食結構，戒掉了所有容易引發炎症的特定的食物，並且嚴格記錄攝入的每一克的能量。正是這種不為人知的幕後的自律習慣，凱恩從一個過去到了比賽70分鐘就跑不動、缺乏體能的前鋒，變成了現在每年能踢50多場高強度比賽，狀態卻絲毫不下滑的鐵人。而英格蘭隊歷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隊長，有些是用在場上咆哮、怒吼或者飛鏟的方式來領導球隊，可凱恩的風格完全相反。在熱刺青訓營的時候，教練們就注意到，凱恩從來不是更衣室裡聲音最大的那個人。相反，他用一種沉默的威嚴贏得隊友們的尊重。他能夠戴上隊長袖標，是因為他永遠是訓練場上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走的人。就曾經有隊友評價過，當一個世界級巨星比青訓營的小屁孩還要更加刻苦的訓練的時候，整個球隊都會被感染，會形成一種文化，沒有任何人敢在訓練中偷懶。像這一次剛剛結束的英格蘭對民主剛果，上半場英格蘭是0-1落後，全隊都陷入了極度的焦慮。而據隊友戈登透露，中場休息的時候，更衣室氣氛凝重，可哈里·凱恩表現得極其淡定。他安撫大家說：“只要我們做好防守，機會一定會來的，把球交給我就行了。”嘿嘿，於是果然，下半場11分鐘內，凱恩連入2球。就像賴斯說的，哈里·凱恩在禁區裡就像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他就是我們的保險，是我們的保障。不過冷知識啊，許多人不知道，哈里·凱恩其實是個不折不扣喜歡玩電競的少年。早在8年前俄羅斯世界杯和隨後的歐洲杯，當時為了緩解極度的緊張感，哈里·凱恩在英格蘭的封閉訓練營組織了一個電競小分隊。他最喜歡的遊戲是堡壘之夜和非法。那時候他經常拉着像阿里呀、特里皮尔呀這樣熱刺的老友，在房間裡面組队玩遊戲。而且別看这個平時在場上的隊長很沉穩，可在遊戲裡他一旦輸了，會非常不服輸，必須拉着隊友再來一把，再來一把嘛，哎呀，再來一把嘛。直到自己贏了才肯去睡覺，所以勝負心是成為巨星的必備條件。而且別看他在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表現總像個公務員，說話四平八穩，可隊友們都知道他在私底下是個冷面笑匠。凱恩像英格蘭人一樣，喜歡用那種極度嚴肅的表情講一些英國冷笑話，經常把大家逗得前仰後合。而且每次在賽前圍圈動員的時候，凱恩的聲音從來不激昂。他喜歡拉住身邊某一個特定球員啊，比如邊後衛，非常平靜，但是很具象地告訴他，待會兒對方的3號上來的時候，你就直接往他身後切，我會把球傳到那個點上。所以這也算一種技術型的動員吧，總會給大家帶來很大的安全感。年輕球員們就說過，聽哈里·凱恩講話不會讓人熱血湧上頭腦，從而失去理智，反而讓人像機器人一樣，可以更冷靜、更專注。不過最有意思是，凱恩去了德甲，到了拜仁，但不會德語。過去歐洲對英國人呀，都有個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啊，英國人永遠學不會外語。嘿嘿，咱們哈里·凱恩就是這個梗的完美代言人。他那時候剛去德甲拜仁不久，在一次拜仁的德甲比賽中，裁判做出了一個很有爭議的判罰。凱恩嘛，球隊的核心，習慣性的就怒氣冲冲，想過去施加壓力討個說法。可是就在他衝到裁判面前，準備口若懸河抱怨的時候，他突然愣住了幾秒鐘，因為猛然意識到自己腦子裡一個德語單詞都蹦不出來，而對方是個德國裁判，最終只能無奈的攤攤手，默默的轉身就走開了。可這一幕被當時攝像機死死的捕捉到，賽後德國人都在社交媒體上瘋狂的調侃，那一刻凱恩才深切體會到了書到用時方恨少啊。另外有一次，拜仁的贊助商奧迪曾經拍過一個廣告，邀請了凱恩和隊內的整活大師托馬斯·穆勒一起同框，結果這也成了凱恩的一次大型處刑現場。廣告的情節是這樣的，穆勒坐在車裡面問正在開車的凱恩，哈里·凱恩，我們這是要去哪兒啊？凱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非常努力並且僵硬地秀出了他的德國新單詞兒 Umleitung。 老 K 也不會說，大概德語的意思是繞道或者改路。雖然這廣告演得很順利，但是穆勒在隨後幕後採訪直接爆料，凱恩就為了念對這一個單詞兒，在片場瘋狂地 NG 了無數次，那口音呀，奇怪的讓現場的德國工作人員是笑得肚子都疼。穆勒開玩笑說，凱恩在場上的進球效率如果是100分，他的德語水平大概只有0.5分。凱恩有一次採訪錄像在網絡上也徹底的是爆火，球迷們終於感受到什麼叫做肚子疼。當時凱恩正坐在冰桶裡面接受採訪，當被問到泡冰桶的感受，他其實全程都在說英語。可搞笑的是，為了讓周圍的德國工作人員
和德國媒體更容易聽懂，凱恩竟然不自覺地採用了一種叫英國人出國專用腔調這麼一種說話方式。他故意把每一個英語單詞的尾音拉得很長很長，語調一拐一拐，聽起來就像是在用意大利或者德國口音講英語。這段視頻當時在 TikTok 上一下子就火了，球迷們紛紛留言說凱恩這是觸發了什麼奇怪的語言偽裝系統嗎？凱恩沒有學會德語，反而把自己的英語母語給整不會了。所以好事的媒體經常在新聞發布會上突擊檢查凱恩的德語學習進度。剛剛加盟拜仁1個月的時候，記者問他學會多少德語啦？凱恩非常坦誠地回答，基本上毫無進展。後來凱恩說自己已經開始堅持每周上2節德語課，但是記者再次不依不饒地問他，那你現在最喜歡的德語單詞是什麼？凱恩憋紅了臉，想了半天，狡猾的一笑，脫口而出 Tor。Tor 就是德語進球的意思。這簡直讓當時媒體集體笑翻。記者們評價道，只要凱恩你每場比賽都能大喊這個詞兒，你就算一輩子都不會說其他的德語，拜仁的球迷們也會永遠愛你。所以這就是可愛木讷的哈里凱恩，我就感覺他性格非常像《唐頓莊園》第1季的男主角，這種傻乎乎的像郭靖一樣的感覺，也就是生活中的老 K 自己。那麼這一場墨西哥對英格蘭，冷知識墨西哥是東道主嘛，而且他們在阿茲特克球場世界杯歷史上的戰績是8勝2平，從來沒有輸過。而英格蘭上一次在這裡踢世界杯，正是1986年跟阿根廷那一場著名的上帝之手的比賽。當時馬拉多納一次上帝之手，一次過五關斩六將，是徹底的報了在馬島戰爭失敗的仇現在墨西哥4連勝，而且0失球，沒有傷病，全員都可以用。英格蘭隊呢，最大的問題是傷病，里斯詹姆斯有問題，夸安薩有問題，賴斯也有問題。這場球國際足聯曾經討論過要不要提前開球，主要是因為天氣還有轉播還有賽程協調的原因，但墨西哥主教練阿基雷對此非常不滿。他認為臨時改時間會打亂墨西哥所有備戰的流程，隨後確認比賽只能最終維持在墨西哥城當地晚上6點開球。而為了對付墨西哥球迷在酒店外制造噪音的盤外招，英格蘭方面已經準備了各種幫助睡眠的用品，還有白噪音的設備。另外，墨西哥城有關方面在墨西哥淘汰賽慶祝的時候加強了賽區管理，也加強了公共活動區域的管理，因為此前慶祝中出現過嚴重的安全事故。所以這一場戰術方面，首先是高原，在這裡比賽，關於總跑動距離、高速跑動距離，還有衝刺的次數都處於較低的水平，海拔確實太高了，2200米，氧氣也少。如果英格蘭隊試圖全場都踢高壓，很可能在後半段體能付出過大的代價。而墨西哥他們的中場里拉和路易斯罗莫會承擔保護中路，並且要切斷凱恩回撤接球線路的任務。而墨西哥自己要重點利用英格蘭邊後衛不穩定的問題。現在墨西哥自己的右後衛本屆賽事有輪換，豪爾赫桑切斯在對厄瓜多爾的時候承受了壓力，但阿爾瓦拉多的回防呢幫助很大，所以戈登如果首發，他的速度和直接衝擊力可能會成為英格蘭衝擊墨西哥在右側內部區域主要的武器。但最直接的勝負點仍然是哈里凱恩對上墨西哥的中後衛。凱恩的作用不僅是進球，他還能讓貝林厄姆和薩卡有機會衝擊對方中後衛身後的內部區域。但如果墨西哥中場能夠限制哈里凱恩的背身拿球，英格蘭隊就只能更加依賴邊路傳中和定位球。這場比賽不好踢，對圖赫爾來說將是最大的考驗。但老 K 有信心，仍然看好英格蘭，仍然看好哈里凱恩和貝林厄姆。好的，非常感謝大家的陪伴，請您動動小手指，點個讚或者點個訂閱。謝謝您的熱推分享和評論。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